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给客户换一套油烟机和灶具，来客户家看一下，这个油烟机还可以用，没有坏。但是为什么要换呢？客户反映出两个问题：油烟机呢，别人家做饭油烟倒灌，这是烟机的问题；灶具呢，说他家老废气了，做2个人的饭，每年这个气都使用的超标。这一套使用呢，差不多将近10年了，也该换了。开这个管，看那个褶皱的地方全是油。油烟倒灌的原因呢，就是这里没有装那个止逆阀，是直接用泡沫胶把这个管子给粘到里边了。别人家做饭的时候，油烟就会倒灌。油烟机和灶具呢，也是以前的那个小杂牌，可能抽的效果也不是太好。这次业主换了一个奥克曼，这一台呢还是侧吸的。现在我们开始组装。这个分管接口呢也有2个闸板，这2个闸板呢分油烟的效果不是太好。现在我们测量一下这个挂件的高度，还有上面的这个宽度、长度，确定一下我们开孔的位置，刚好一边小了2公分。划线就用油烟机这个挂架就地取材，从这个方向量也是有一点碍事。切割我们直接换成了木工切割片，这个有保护罩。护目镜是带过来了，但是忘了戴口罩了。哎，这一天天的老是失误。这个角磨机呢，转速没有那么高，还是好把握的，不像我们插电的那个力气太大。这个还是好把握的，没有经验的切勿模仿。在下边切不透的地方呢，我们在上边把这个角再切一下，剩下边角处这一点呢，直接用水泵钳掰了。这种活呢也不是常干，如果说专业的工具呢，还差那么点意思。现在我们测量烟机挂的高度，业主要求呢挂的偏高一点，高度呢就和之前的烟机高度基本一致。厂家带的胀管呢是要打10毫米的孔，刚好这些孔呢都在这个瓷砖的边角处，所以我就用6毫米的打，4个螺丝全打满。6毫米的胀管呢也撑得住。安装这个烟管呢，我们会发现一个边宽一个边窄，这个有个标签，显的是这个标签的方向向下，这个就是防止它那个闸板如果是反了的话，可能会打不开。顺便呢帮客户处理一下这个墙上的油烟，因为有之前的油烟机碍事儿挡着了，平时想擦都擦不掉，刚好这是个机会。这个烟机果然要比那个旧的重得多呀，可见厂家用料十足。业主大哥呢也来搭把手。这一次呢必须得装个止逆阀，防止油烟倒灌。可是这个空间呢有限，太窄了。看一下这个止逆阀，全部都是可以拆开的，而且它是有方向的。放正的话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闸板呢它是有坡度的。在烟道里面呢穿了根电线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开一个小口，把那个电线从这里掏出来。看一下这个东西，这就是安装用的。如果这个空间足够的话，我们也完全可以用这个卡到烟道里面，然后用这2个一拉，把这个固定底板呢就贴到墙上，然后打点胶。这个东西呢就是越拉越紧，越拉越紧，但是在这里呢是完全用不上，无奈只能给它解掉了，只是做一下试验示范。这2个之间呢也是可以拔开的，但是这里面这个空间太小了，放不进去，所以说只能整体来上。
在这个胶条的四周围呢打一圈玻璃胶，然后我车上有这个永始胶嘛，在4个边角处呢固定一点永始胶，让它迅速的凝固，就可以粘稳了。过2天以后，玻璃胶也干了，这个就更加牢固了。由于空间狭窄，我们只能伸1个胳膊进去，把它大概的固定在这个位置。哟呵，试算了，没发现啊，这个烟管有点粗啊，之前切的这个孔有点小，穿不过去了。无奈只能把这个油烟机又拆掉以后和客户沟通，把这个口呢重新给它切大，没有取屑锯，只能给它切一个方口，正方形的口，然后一边扩大1公分。这做一个2次改造简直就是大破坏，到处切。为了防止油烟渗漏，把这个烟管呢先用螺丝固定，然后再用它那个胶带纸，客户找了一个胶带纸再缠几圈，保证万无一失。现在通过这个孔直接2个口对好插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永始胶早已经固化了，已经固定在墙上了。插上电源，准备试机。安装这些东西呢，其实也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法，只是根据现场的情况，哪里不行改哪里，随机应变的能力一定要强。业主说这机器好呀，手一挥就开了，手再一挥就关了。开机以后看这个闸板会自动打开，当这个分关闭的时候呢，它就自动又关闭了。别家的油烟从此就过不来了。大哥为了测试还特意点了一支烟。装这个罩呢是要装一个1号电池的，从旧的罩上拆了一个电池，装上先试一下。还好这个洞呢不用扩，那个尺寸刚刚好，顶着后背的挡水条放下去了。那我们给它把这个燃气管接好就可以了。通气以后呢，测试一下。大哥说这热效率是63是高啊还是低？1级能效。这个罩打着火以后，看到这个火焰了吗？偏红色的，不是那个纯蓝色的，这是燃气不从吗？之前装过很多，都是这个样子。活干完了，大哥又是拿烟又是拿水果，太热情了。